注重理论深研究，创办会刊广流传。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时任北京市武协主席的刘哲同志，在谈到成立八卦掌研究会的时候，为什么叫研究会？他说，因为当时权法比较多，权理比较少，所以叫研究会。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不仅要有核心的技艺传承，更要有更好的理论来支撑，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传承下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无论武术家、军事家，都重视武术理论的研究，重视武术著作的编辑和出版。自古以来留下的武术典籍，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武术和军事的发展。在宋代，五经七书就被官方颁行为第一部军事教科书，也是古代培养武备人才的基本教科书，可见武术书籍的重要性。而我们八卦掌不仅有清末举人金增启先生根据董海川先师口授所编创的八卦掌36歌和48法秘籍，同时还有武术大家孙禄堂先生所编著的八卦拳学、八卦剑学和八卦枪等等。后来各支各系八卦掌传人所编著的有关八卦掌的书籍就更多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为了便于习练者、爱好者的学习，来出一本八卦掌研究会会刊，那是相当不容易的。您看，这就是1984年北京市武协八卦掌研究会会刊的创刊号，非常珍贵，已经41年了。现在我们八卦掌博物馆还收藏了一部分。这一本是当年李子明先生赠给国家体委武术科毛伯浩处长的，上面还有李老的题字。这本朴素的会刊，今天看来却特别的厚重。封面题字是著名书法家杨再春先生所题，封面的题图是当时体育学院的插图名师何方贵先生所绘，扉页是时任北京市武协主席刘哲同志的题词，他是这样写的：加强本拳种和兄弟拳种的团结，把优秀的民族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八卦掌30门人，中国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写了祝词，在八卦掌研究会会刊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论来自会内或会外，名家或新手的稿件，只要实之有故、言之成理，尽量选用。发刊词尽显出首届八卦掌研究会的格局和高度，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本着百花齐放的原则，会刊中的文章有的出自专业学者，也有的是业余爱好者，有的文章是老拳师所写，有的是出自青年人之手。特别是八卦掌各支系的文章都有，大家各抒己见，互相研讨，共同提高。这本会刊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武协原秘书长康歌武先生撰写的《八卦掌源流之研究》。虽然这本会刊历经41年的风雨，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学习、参考、收藏的价值。会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编好了，但是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就是没有资金去印刷。20多年前，李子明先生的夫人谢启华女士是这样回忆的：辅导站成立以后，后来一发现越来越人多，后来李老一看，说咱们得创八卦研究会创刊，说理论结合实际，使得国内外都知道这八卦门中的这些实际情况。后来就开始向武协申请，
就主办八卦研究会创刊号。后来批下以后，就征集各门派，回家写稿。后来没有资金呢，后来钱也没有，后来我就给他们垫了500块钱。老人家对李子明先生的事业全力支持，对八卦掌研究会的工作充满了满腔热忱。会刊在大家的期盼下终于印好了，各地八卦掌传人争先的收藏。但是寄会刊成了一个繁重的工作，当时八卦掌研究会没有专职的人员，一些老拳师只能让弟子下班来协助李老工作。据八卦掌名师李文章的弟子刘荫生老师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单位离北草场14号不远，下了班就来协助李老工作。李老负责写地址，他在边上一本本卷起来包装，然后装到网兜里，到新街口邮局去邮寄。刘荫生老师回忆说，李老伏案惜书，头都不抬，从天亮写到天色渐晚。那个时候家家只点灯泡，有10瓦的、15瓦的、20瓦的，但是为了省电省钱，每家都舍不得买大瓦数的灯泡。天色渐晚，看不清了，李老就把灯往下拉一拉，继续工作。但是当年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后来繁重的收寄工作就落在了子明先生的老伴儿身上。20多年前，谢启华女士这样回忆：我就晚上把它都包起来，白天去寄去，寄去老寄邮局都数了，邮局同志说，老太太，您这么老寄会刊呢？我说嗨，谁让我老头是八卦研究会会长呢？大家都挺忙的，所以我就全才代了，我就把这个会刊都给寄出去。睹物思人，希望八卦掌的传人能像先辈那样笃志务实，深研细耕，把先辈开创的科学严谨、团结包容的优良会风更好的传承下去。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重大的历史事件。